金黃色的陽光灑落山頭，也照亮這所藏在山林裡的小學。位在陽明山腳下的全員實驗國小，校地只有0.21公頃，相當於1/3個足球場大，是全台北市最迷你的國小，裡頭卻孕育着豐富生態。那像我們學校的生態其實非常的豐富，像每一年其實斑鳩都會回來築巢，生小 baby。那我們學校的小朋友每一個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說他們會在這邊築巢，所以也不會去打擾他們。但是斑鳩也好像知道小朋友每天都來上學，所以就算小朋友在樹下觀察他們也都不會害怕，還是繼續在這邊築巢。就是你下課都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到山，你也可以看到。一些鳥，像是大冠鷲在天上飛，然後我們的那邊有一棵樹是有斑鳩在築巢，然後有生蛋。被山林環抱的地理條件，讓這裡的孩子一抬頭就能近距離觀察自然。學校更借由這項優勢，一步步發展出生態教育。我們去年的6甲跟5甲已經在那個平常我們到18份的步道旁邊的鋼筋都已經插上去了，但是因為呢，老師有觀察過，只要刮大風、下大雨，這些網球就會飄走，有可能被那個雨太大被水沖走。仔細看廢棄網球，每一顆都刻意劃開切口，它的真正用途就要跟着同學到校外馬路一探究竟。看哦，這個步道是每天放下學都會經過。那如果下雨天這邊有落葉很滑的話，其實萬一跌倒，眼睛撞到這邊很危險。所以希望你們套的時候，一定要讓它套緊，然後把它轉動，確定它不會掉出來。你要搖晃它都穩穩的，撞撞看，感覺 OK 的話就是可以的，是嗎？可以嗎？那我們來試試看，來。原來步道旁的外露鋼筋沿着山壁岔了出來，所以學生發揮巧思，把這些廢棄網球當成保護套，避免經過的學生或行人受傷。謝謝你哦。這個的話是一個保護裝置，一個網球，廢棄的。然後為什麼要有一個洞？因為這樣子才能把鋼筋弄起來，這樣子才不會割到人。那個活動，它其實一開始是小朋友他們在放學的時候有注意到說那個鐵條，然後我們大家就討論很久，後來就想說好，那就說要怎麼包呢？然後他們就想很多東西，然後被否決，然後就在想，最後想到一個比較耐久的東西，就是網球。然後後來也發現我們上一個學期期末放好的網球就有好幾顆不見了。就不知道為什麼，可能也有可能有些還在，然後有些好像可能是被人拿走嗎？還是被風雨，不是很確定。那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再加上了一些說明，就是說如果是人為的話，就至少可以減少它人為的部分。透過實際行動，培養學生主動觀察、發現問題的能力。而一旁的下山步道，也是在學生的探索下所發現的行走風險。可能會有很多垃圾，因為有些人會在那邊丟垃圾，然後落葉有可能會讓地板變得比較滑，比較難走。然後有很多一些不穩定的木頭材質，那些都是可以改善的。然后像我们再過來帶他們去討論說，你們那天去看步道，做一個第一次的清潔以後，你們有發現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怎麼去改善它？我覺得這個課程的最大一點是可以訓練他們對環境的敏感度，去觀察說現在我們很舒服的、很喜歡這片自然生態環境裡面有什麼狀況是我們看到的、注意到的，那我們可以做什麼？我覺得這個做什麼就是這個課程最重要的地方。尤其對全員實小的學生來說，山林步道早已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因為從1年級開始就有山林健走課程。那麼1年級呢，我們就會從那個18洼水圳那邊開始去走。那到中年級的時候，我們就會把這個課程會延伸到，因為我們在陽明山上，會延伸到後山，延伸到花中去。那再到更高年級，尤其是5年級跟6年級，也許我們就是會到了七星山，甚至到我們的6年級小朋友要畢業的時候，必須在畢業前用2天的時間完成台北東西大縱走。那
利用這2天的時間爬完10連峰，最後在風櫃嘴領畢業證書。那全程的活動都是小朋友必須要靠小朋友自己的雙腳把它完成。除了認識自然、愛護環境，學生還開始在校園種菜，也親自採收，甚至端上餐桌，實現永續飲食的精神。那我們加入生態團隊的課程以後，我們變成說，我們把小田園種的菜，然後放到他們永續食物的，然後再融入到課程裡面，變成他們要用自己做的菜去煮他們午餐自己煮的課程。深耕環境教育多年，全員實小在2018年就獲得台美生態學校的銅牌認證，現在更要朝銀牌和最高認證的綠旗邁進。我覺得我們在一般教室上課的時候，他們的想象就是很多對於環境的想象是要透過課從影片或圖片或是一些影片去做想象。那我們当他們帶他們到實際的現場的時候，當他們看見實際的問題，他們會從內心發生一些主動的行為。這所位在山林裡的迷你小學，把自然變成教室，孩子學到的不只是生態知識，更是面對問題的行動力。